士们，这一台车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宝宝巴士呀，因为它满足了年轻有娃家庭的第一台车的很多的需求，比如说空间呐、价格现在咱们未知哈，只能体验静态，还有里面车内的一些很多的小细节，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一定要看完。等会儿我们去说车内哈，那车外其实就简单了，咱们说它是007的长大版本，我觉得这样的设计放在一台 SUV 上会更加的好看，你们觉得呢？然后这一次呢，这个光幕93英寸的也长大了，原来呢灯珠是1734颗，现在呢变成了1831颗，所以它的面积变大了。那当然，一些效果的成像也会变得更加的清晰生动一些，就没有那么意象化了。那还是一样，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效果，比如说迎宾啊，我在充梦店啊，比如说车内有宠物，还有行车，因为行车时候这个灯的这个效果是要去工信部备案的。那它呢，对于车上已经有的那些已经备案过了，所以行车中你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样式。那当然我也问了，你哪怕不选这个灯，也有灯罩，所以它就是一个灯不点亮时候的一个黑色的状态，也会相对让整个前脸更加的和谐一些。底下呢有一个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它时开时关是自动的，主要是取决于这个水箱的温度，它会进行这个的调节。机盖底下竟然有个前备箱，但是前备箱不是特别的大，它做了2层，只能说勉强你能放一些私房钱吧，放不了太多的私房钱，咱就说。还有就是它的前备箱也是电动打开的，你可以通过手机 app， 也可以通过车机啊，它没有一个机械的开关。机盖上还是一样的设计，2条金线隆起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车头放在这样一台 SUV 上，它的肌肉感是比较强的，就看起来我觉得和谐了，好看了非常多。你们觉得呢？上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是和25款的007同样的智驾的解决方案啊，短期内匆匆说了不会有什么大的更改啊，可能会有一些 OTA。所以呢，我觉得这台车可能，就是相对它的产品会比较的稳定一些。来到这儿，米其林的轮胎，然后呢是26545R20，然后你记住现在这个姿态哈，是空悬调到最低的状态，它还可以调到最高。那上下浮动是多少呢？目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卡钳的设计哈，轮毂的样式其实还比较熟悉了。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智驾的，还有包括你自动泊车时候的一个交互的灯。包括007也是，你自动泊车开启的时候，它这会有个提醒，就告诉行人或者你旁边的人，我这个车现在是在驾驶辅助开启过程中，那相对可能也会形成一些无形的默契，这个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法规的一些原因，所以在驾驶辅助开启的过程中，它亮需要后期去 OTA， 现在还不能实现哈。来到这儿，咱们要说一下无边框的后视镜，然后隐藏式的水切，包括整一个它作为一台 SUV， 它的面都非常的圆润，所以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它的定位呢是一台中型的纯电 SUV， 车长呢是485毫米，车宽1930毫米，车高呢是1656毫米，轴距是2925毫米。然后我们这一台车是蓝色哈，也只有这一台车的颜色是拼色的设计。你可以看到上方是一个银色的，下面呢是蓝的，然后配合这样的一个银的行李架，它比较特别。那像别的白的、灰的，还有橙的呀，其他的颜色都是同色的车身，就上面和下面全部都统一颜色的啊，所以你们喜欢哪个颜色，我们通过这个后期剪辑把它给大家展示开来。然后来到这边，它这一次真的给了很多选装的方案，或者说很多选择的方案，我估计到时候匆匆在做上市的时候也挺头疼的，因为这就关系到各个配置的定价的问题。这个呢是极氪 X 上那个开门方式，就这儿一按门就自动打开了，然后单层的玻璃。那为什么这样子的开门方式，它竟然还给你设置了一个门把手？它有2道的开关哈。其实日常的时候，哎呦，我这样开是开不开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说，万一发生了一些碰撞，然后我的车门变形了，或者说有一些极限的情况的时候，你这儿能够作为你开门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按钮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是001车主嘛，我竟然就会去下意识的按它去开门，这个呢需要适应一下。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开门方式，就是电容的门把手，你车解锁了之后，电容门把手啪自己弹开了，
你手插进去，门开了。2种方式，你们喜欢哪种？也可以弹幕发起来。值得点赞的是，这个门的开门角度特别的大，有接近于90度，所以如果你是带着孩子去上车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这一块，特别是从这儿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块的肌肉感还是挺强的。然后上面呢是一个悬浮式的车顶，还挺难能可贵的。现在的 SUV 我觉得好像都喜欢跟着那个 Model Y 的节奏去做那种溜背的设计，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一台 SUV 来说，后排和后备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设计看似相对比较传统，但是我觉得对于后排来说，或者说对于你日常使用来说，它会更加的实在一些。上面呢有个高位刹车灯，后雨刮也是隐藏式的。就这一台车，它做了很多的隐藏式的设计，这也是极氪一直以来的设计风格。这个贯穿式的尾灯也不能算贯穿了，这中间是分段的。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后备箱的空间。它呢这一台车，我估计顶配是带空悬的，所以说呢，打开后备箱，它这儿也会有一些就是后悬降低的功能，所以你取放行李就会比较的方便。在这儿，这有一个悬架升高降低，也有后排的这个座椅的电动调节，我一按，左边的就放倒了啊，是电调的，包括这儿还有个插座。然后后备箱呢，它底下还有一些下沉的空间，它分了3段，咱们就是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很深的，然后这儿呢又有一个相对比较浅但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下沉的空间，就是这个深度真的还挺深的。我要去够这里面的这一层的这个隔板，其实是比较费我的腰的，所以好处就是深，坏处就是它分段之后要去拉这个，我觉得对于女士的身高还是会有点要求的。好，我们去看车内。这台车车内我觉得真的还是暗藏玄机的，就一台家用 SUV 搞出了这么多名堂，我一开始也不信的。那当然前提呢是这一台车是一个大满配的状态，就是很多配置应该都是要选配的。这个我觉得后期关注一下上市发布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吧。然后先说一下前面这些都还是一样007一样的这个怀档的换挡机构，往下拨2下是支架，然后3幅的方向盘保留了一些物理按键，前面是椭圆形的仪表 HUD 呈现的信息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多元化。氛围灯咱们要说一下这个变做成了这样比较宽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灯，环绕式的立体的水晶的这种感觉给到我们，我觉得还是好看的。然后说一下这一台车的储物空间，这儿可以放进我一个拳头，看见了然后这儿又可以放进手机，可以插在这儿。开门呢，这个按钮是做的比较的小的，所以它可以防误触。其实很多像在后排的时候，误触呢都是小朋友或者老人不注意，就是膝盖碰到。那它这个呢做的很深又很小，所以膝盖是绝对误触不开的，这个要点赞。2个无线充电面板带通风，底下呢有个储物空间，不算特别大，但也 OK。2个 C 口的接口。那这个车机呢，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的，就有一说一，极氪的智驾我并不认为是好使的，特别是25款的001、007我试了，我也觉得只能算中等的水平，但是车机现阶段还是非常好用的。它前面这个桌面渲染的是还不错，像一些车辆的控制的按钮，比如充电盖、前备箱、后备箱、车门，都是可以直接在这个主的桌面上进行控制的，在日常使用中非常的便利。然后包括灯光秀一些日常的你常用的调节都在这里面，语音呢也还算好使。然后底下保留了5个物理按键，中间这个是音量滚轮的，然后这边呢左数过来第4个它是做了一个自定义的，就和方向盘一样，这儿也有个圆圈是自定义的，你常用的一些功能你可以把它设置在这个键。好，还有一个就是手套箱。我上车第一感觉就是这边的这一款面板，我觉得是至今我看极氪的车我觉得最舒服的，就是这一块地方能给我一种家庭的那种温暖和归属感吧，我这样形容。特别是在这个细节，它这边拼接处是一个圆弧形我觉得这种细节我是喜欢的。来到这儿背托然后也是可旋转的这边呢有个扶手，它是左开右开式的。
但是扶手它设置的是比较偏后的，所以如果我驾驶过程中啊去找一下东西，当然也不提倡啊，是比较难找的，就是我得这样子去找。那当然这是不是一个安全行为？当然它的考量可能也就是我后排如果要拿东西的话，可能会相对方便一点。更加离谱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定位的车上，它竟然给你搞了一个选配冷暖箱，就是你可以在这儿选一个冰箱。也可以温奶，也可以凉饮料的这样的一个选配，你们会选吗？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头枕音箱，坐垫，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它是一个 soft Nappa， 就是相对更好一些的皮质。然后打孔的设计是一个千鸟格的，顶配的话是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还有电调，后排的顶配也是座椅通风加热和电调，而且通风呢是带坐垫的通风的，就靠背和坐垫都可以通风。然后整体这儿还可以调节你这个腿部承托的长短。虽然说它是一个大天幕，但是它给你配了个物理的遮阳帘，这个要点赞。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是一个 SUV， 所以它整体的高度比较高，然后又是一个平顶的这个顶，所以呢，它可以放这样子的一个遮阳帘，因为遮阳帘还是会占据一点点的这个头部的空间的。好了，学后排。作为一台中型 SUV， 2925的轴距在字面上就数据上来说已经非常好了。那实际呢，前面我调成了我的驾驶坐姿，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距离。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车对于家用场景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车不大，所以你开起来会相对方便。但是车内呢，它得放率又稍微会高一些，那你车内活动也会相对自如一些，坐起来也会舒服一点。那这样子的一个展示哈，然后我还有个感觉，就我这样子去看到，我会发现前面的座椅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宽大的，坐垫反正承托也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靠背可调。来到这个座位，我就要说一下这个不寻常的点啊，就真的。平时常见的 SUV 它不会做这样的设计，我就觉得可能设计师在做这一台车设计的时候，他是冲着 MPV 的感觉去做的，因为很多 MPV 上有的东西它都有，就挺离谱的。比如说这儿，咱们一按这个小桌板就放下来了，那你以为只有小桌板吗 ？No， 它竟然还有个屏幕在里面。我刚才问他说这个的供应商是谁，他们说这个是保密的，不能说。但我还挺好奇的，因为这块屏幕其实做的还是比较的薄的，然后它把整体的电子元件都嵌入在了这个靠背里面，然后这有2个按钮，上面这个呢一按就是联动小桌板和电视一起打开，而且它的屏幕角度是可以通过这个屏幕上进行调节的。那这个屏幕呢可以和前排进行联动，但是前排也可以把它给锁掉，这样小朋友有时候你不想让他看的时候，他也可以看不了电视。那当然我可以只把电视打开，小桌板留着。那这个场景就符合有时候可能宝宝要喝一下水啊，我水杯放这儿或者奶瓶放这儿，然后或者我要打电脑啊什么的都是 OK 的。小桌板的上下的角度是不可以调的，你会发现它其实有点往上扬的，这就和前排的这个座椅有关系。座椅如果说咱们把这个靠背往下一点，那其实就平了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可以控制座椅呢？是因为它这儿设置了个老板键，它那边就没有，所以他们就默认了副驾后面这个位置是 C 位啊。我可以调节前排的这个座椅，然后也可以调节它的靠背。好，如果说不坐人的话，那咱们呢还可以把腿托给打起来，就是所谓的女王副驾，它给你放在了这儿上。那靠背呢也可以调，它是这样的，你看见没？我这个座位是可以往前的，它底下设置了一个滑轨，它可以联动。我把座椅往前之后，靠背再往后，然后这样子的角度是最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一台中型的SUV 上，这你敢信？我觉得挺神奇的。然后还有个更神奇的点，电动的遮阳帘。咱就是说009你都没给人电动的，你在这样的一台7X 上竟然给了一个电动的遮阳帘。009是手动的嘛，是不是过于奢侈了一些？
这个真的就是豪车才有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左右都有。然后再来到这儿，还有一个摄像头，它是带盖子的。它的用处呢，主要是观察宝宝状态。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要带宝宝的话，把安全座椅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它可以监控宝宝的状态，包括你在车机上就可以看到了。所以这是不是才是真正的实用的宝宝巴士？你们说是不是？那后排座椅不光如此啊，它还给你了2种选择，一种呢就像这样子带滑轨的，我的座椅可以前后调节，底下是有个轨道的，而且这个轨道它做的很长，就是我现在这样还可以再往前。那如果说你再往前的话，那后备箱空间就巨大了，所以你2人出行，把这个座椅调到前面，那后面你想装啥装啥。然后这个4:6比例放倒吗？不是，这个6和4的角度还不一样，我已经都把它躺平了，就座椅都已经往前了。这个最大的角度是15度，这个最大的角度是20度，所以它能做得更躺一些。不光如此，它还有一个不带滑轨的版本，就是它座椅不能前后移动，但是呢底下会有2个抽屉，你这个好处就兼顾了一个储物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不带滑轨的会更加的实用一点。你如果经常要长途旅行的话，那这个一定会更舒服啊，就看你们预算，因为价格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不光如此哈，咱们看这儿，来，杯托大家都熟悉的，然后这边呢，竟然给你做了一个屏幕，我这一按可以调节车的开关门，可以调节空调啊、座椅按摩、通风加热，还有座椅的位置、音乐、车辆的遮阳帘，还有氛围灯，都是可以在这一块屏幕上调节的。我估计也是要选装的，因为这个也挺奢侈的。像这样家用 SUV， 你把这个中央的扶手放下来的概率还是会比较小的。那当然，它的这个角度，你看现在也是上翘的。也是跟你的这个靠背的角度相关联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就没有什么储物空间了，大概呢是这样。然后这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会有个小的储物空间，这边底下是没有东西的，我以为是2个 C 口的接口，所以全车就前面有2个无线充电面板和2个 C 口，空调出风口设置在了 B 柱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去说总结。最后咱们总结一下哈，因为现在还是静态部分，所以呢，电池、电机400伏、800伏，还有底盘等等的都还不知道，要等试驾的时候才能公布。那目前我们已知的是，它有后驱和4驱2个版本，然后带空气悬架，然后当然浩瀚架构这个是一定的，包括底盘，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开起来一定不会差。就车而言，我觉得它是一台好车，就很难找到槽点。当然，我的001也是，就车都是好车，但是我觉得这2年极客走的不够沉稳，就是有点过于急于求成了。因为国产车说实话现在销量挺难的，然后整体呢又非常的卷，所以厂家呢为了有一个好的销量，确实会做一些背刺老车主的事儿哈。我也是，但是对于新的车主来说呢，可能就相对是幸福的了，因为你们买到的产品是最新的，然后你们的价格呢也是最低的，所以呢，就这一台车，我估摸着以极客现在的状况，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实在、很合适的价格。你们觉得多少钱合适？评论区留言哦。